这是2023最新上映的史诗级高分高燃电影，也是最接近战争的电影。一经上映就在各大榜单直接封顶，全程紧张刺激，毫无尿点。由于国内还没有上映，建议你听我详细而精彩的解说。故事发生在2021年美国撤离阿富汗的前夕，长达20年的侵略战争画上圆满句号。一架黑鹰直升机在撤离时遭到武装分子火箭炮的偷袭，军事长梅西被狠狠甩出机舱，而直升机也因为失控，笔直地朝着地面垂落。被甩到地上的梅西在刺眼的阳光中缓缓挪动着身体，等他状态恢复过来之后，立马用无线电联系其他队员，可对面却始终毫无回应。好在他跟指挥中心还能取得联系，通过天上的无人机，指挥中心锁定了梅西的具体位置，也发现直升机在坠机时解体了，现场浓烟滚滚，无一人生还。梅西望着那烟雾冲天的位置，心有不甘，不愿相信队友全部死亡，并且在半山腰上发现了武装分子的身影。对此，梅西打算亲自去坠机点查看，是否还有队员有生还的可能。然而却遭到指挥中心的拒绝，因为基地的快速反应部队都有任务在身，无法给梅西提供空中支援，并且无人机还观察到武装分子有一支强大的队伍正在靠近坠机地点，一旦梅西与对方发生交战，那将是必死无疑。对此，希望梅西撤退，找到隐蔽的地方，等到指挥中心派遣营救部队到来。然而此时武装分子拿出了火箭筒，火上浇油，朝着坠机点不断轰炸。看到这一幕，梅西实在忍不住了，只身一人前往，打算给兄弟们报仇雪恨。直升机虽然被火海吞噬，但依然解不了武装分子的心头之恨。在头目地带领下，手下打算装上 RPG 再发射一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发子弹呼啸而来，一名武装分子就此领了盒饭。原来是梅西及时赶过来，武装分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到，小头目躲在墙后面指挥手下上前冲锋，而梅西巧妙地运用岩石作为掩体，左右切换角度不断射击，武装分子一露头就被瞬间击毙，仅剩下小头目一个人。胆小如鼠的他用无线电呼叫附近的同伴快点支援过来。梅西这边也收到指挥中心传来最新情报，武装分子的几十名先头部队正朝他的位置快速奔袭而来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梅西听从指挥中心的安排，撤退前往撤离地点集合。可尽管如此，还是被武装分子先头部队发现，每人手持一把阿卡47，紧紧跟追击在梅西后方。总是恋战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梅西只能依靠着掩体边打边躲。为了减少后方敌人的追兵，梅西在交叉路口干扰敌人视线。果不其然，敌人来到交叉路口之后，队伍兵分两路前去追击，主力部队恰好与梅西逃跑方向相反。也正因为这个巧妙的举动，让梅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少量敌人的兵力追击而来，而梅西早已恭候多时，不给敌人反应的时间，立马就将其击毙。身后跟随的武装分子也发现了梅西隐藏的位置，双方顿时发生激烈交战，武装分子进攻不过来，梅西也无路可逃。这样拖延时间下去，武装分子的主力部队也会到来。为了不落入敌人的手中，梅西一气呵成，直接跳下悬崖，笔直插进汹涌的河流当中。悬崖上的武装分子发现情况为时已晚，已经看不到梅西的身影。这么高的悬崖加上湍急的河流，武装分子都认为梅西已经死亡，然而他们却低估了梅西的实力。蛙人出身的他安然无恙。梅西打算前往开阔的制高点，那里接受信号的同时，也能让营救的直升机降落。然而却在半路碰到被袭击的车队。当梅西看清车主的面孔时，才发现这就是他们要营救的目标人物。只是梅西队伍没及时出现，导致车队遭到武装分子偷袭。男人尚还留有一口气，希望梅西营救自己的女儿。说完便一命呜呼。等梅西来到后排座椅后，看到了侥幸存活的女孩。海豹突击队虽然仅剩下梅西一人，但既然让他碰到了任务目标，就需要梅西将女孩安全带回国内。此地身处武装分子区域不宜久，两人就这样开始徒步翻山越岭。只是他们前脚刚离开，武装分子的主力部队就来此地，从而发现现场留下的线索。根据现场的2组脚印，可以判断一个男人一个小孩朝着丛林中走去。对此，武装分子不仅徒步进山追击，还呼叫了附近的同伴，朝着梅西逃跑的方向包围。在阿富汗的深山老林当中，武装分子每人手持一把阿卡47，虎视眈眈地观察着四面八方。只是他们浑然不知，搜捕目标梅西此时此刻就在他们下方。武装分子当前人数众多，绝不能跟他们引起冲突。而武装分子也不是傻子，根据梅西逃跑的路线和时间，能隐约感应到梅西就在附近。对此，武装分子加快了搜索的步伐。等待他们离开之后，梅西找到一个隐蔽的洞穴，让女孩一个人躲在里面，而梅西自己来到宽阔的制高点，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，汇报情况。任务目标虽然安全的在自己手中，但后面有不少武装分子追击。对此，梅西跟指挥中心申请空中支援，可指挥中心却说这片区域没有空余的飞机，调动其他地区的直升机需要24个小时，这段时间内需要依靠梅西一个人。当梅西返回洞穴找女孩时，收拾包裹一个不留神看到了武装分子中的一员，两人四目对视，非常震惊。好在梅西反应迅速，
虽然没来得及拿到补枪，但匕首直接命中敌人头部，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搜捕的敌人。显然他们四周都是武装分子的巡逻。对此，梅西抱起女孩，加快了逃跑的速度。但也正因为这个举动，导致武装分子的侦察兵从脚印上的深度发现了这一情况，也找到了梅西逃跑的方向。对此，武装分子大部队也加快了步伐。而梅西在前方通过望远镜也看到了后面紧追不舍的武装分子。当他回过神来时，却看到女孩正跟着一个蒙面大叔聊天。梅西立马谨慎了起来，而大叔偷偷地将无线电藏在树叶下，随后便慢慢地转过身来，声称自己是普通的牧羊人，正在山上寻找丢失的羊群。看到小女孩独自一人，就劝说她这片地区危险，赶紧回家。梅西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武装分子，只能半信半疑地相信。而大叔声称可以带他们走捷径，很快就能走出深山去附近的城市。在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，梅西只能将信将疑让大叔带入。只是梅西浑然不知，大叔是武装分子的头目。他放在地上的无线电，手下只要联系不到10楼，就明白他所在的位置必定有美军的出现。对此，所有武装分子正在朝着梅西位置靠近，其中2名武装分子率先抵达。敏锐的梅西也发现不对劲，武装分子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开枪射击。而梅西安顿好小女孩之后，与武装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交战。斜坡上有各种岩石可以当做掩体，加上梅西精准的射击技术，一名敌人露头太多被一枪击倒。另一名武装分子看到后怒气冲天，拿着手雷就朝着梅西跑去。好在梅西反应迅速，装上弹夹后果断开枪射击。武装分子没来得及丢出手雷，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旁边拉开手环的手雷也随之爆炸。等梅西交战结束之后，才发现小女孩和大叔已不见身影。梅西看到这已经明白了一切，显然女孩已经被大叔抓走。对此，也通过地上留下的脚印发现了大叔逃跑的方向，从而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洞穴，穿过去景色别有洞天，居然是武装分子的老巢。为了避免惊动所有武装分子，梅西装着消音器慢慢摸索，沿途只要看到落单的武装分子，梅西便果断开枪射击将其击毙。其过程还抓到了一个大胖子当做人质。海豹突击队出身的男人，独自一人深入武装分子的老巢，寻找里面被囚禁的小女孩。虽然男人梅西装上了消音器，但还是惊动了附近的敌人。好在梅西反应迅速，紧急之下躲在围墙后面，不仅击毙了追击上来的敌人，还避免了侧方敌人的夹击。正当他准备撤离到房间里时，里面的恐怖分子早已恭候多时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枪射击。好在只是打在防弹衣上，武装分子并没有击毙快要昏厥过去的梅西，因为活抓一名美军士兵价值更高。等待梅西清醒过来时，已经捆绑起来关押在牢房当中。武装分子头目痛斥美军士兵，因为他们入侵自己的国家，导致现在阿富汗变得满目苍凉，成千上万的兄弟被美军士兵击杀。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丰富的石油，也不知谁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。这些话对的梅西无话可说，头目还放出了狠话，不管是梅西还是他身后的美军，只要来一个他们就杀一个，大巴嘎才是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。而梅西也不想管那么多，只想着完成掩护女孩的任务。随后头目让2名手下去抓捕女孩过来，准备将2人击毙。只是他低估了梅西的能力，趁着他心高气昂时，梅西快速出手将其击毙。附近的武装分子也听到了动静，而美军指挥中心也通过卫星发现了武装分子的老巢。梅西拿到武器之后火力全开，拿着一把阿卡4器对付整个村庄的武装分子。梅西敏锐的身法和精准的射击技术，让他在错综复杂的村庄当中行进自如，再巧妙地运用一点小聪明，整个交战区被梅西带着节奏走，很快就解决了现场一些武装分子，从而找到了被囚禁的小女孩。但也因为这个疏忽，背后有武装分子突然出现，直接偷袭了梅西的老幺。武装分子大批量支援过来，梅西非常明白此地不宜久留，抱着女孩就朝着深山跑去，而武装分子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梅西身负重伤，速度也逐渐变慢。等他爬上山坡之后，便停了下来。武装分子看到他没再逃跑，头目便打算亲自解决这个男人。队伍气势汹汹，缓慢地走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奇迹发生。美军指挥中心快速反应部队出现，排成一排朝着山下的敌人开枪射击。武装分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到，队伍顿时慌乱了阵脚。在美军精准的射击技术下，武装分子很快被打得死伤殆尽，而梅西和小女孩也被成功营救。任务虽然完成，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